为什么人类发现的第一批高等文明大概率是石头？你没听错，不是炫酷飞船，也不是机械生命，而是建立在硅元素之上的高温文明。因为跳出人类视角，你会发现脆弱的碳基生命在宇宙尺度下其实是一种偶然。如果文明真的受材料约束，那么跨越恒星的文明会选择什么样的生命形式？答案并不在生物学里，而在元素周期表里。一聊到这种能跨越星系的高等文明，你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高科技和发展速度？但物理和化学会告诉你，3级文明的载体大概率不是碳，而是随处可见的石头。你好，地球人，我是老马。今天咱们就从文明等级本质、材料限制，再到时间尺度与宇宙地位，一次性让你看懂文明等级不等于高科技。首先，你得忘掉科幻设定，比如瞬间星际穿梭和炫酷的黑科技，甚至以为文明等级越高都能脱离物质凭空存在。我举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，假设石头文明不追求速度，而是用奥陌陌和3艾阿特拉斯这样的形式来实现星际穿越呢？我们的100年寿命限制默认了要用高科技加快速度缩短时间，但如果一种文明能活数百亿年，慢飞就成了最优选择。而能支撑这种100亿年尺度的文明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活下去的问题，这就回到了最底层的物质材料。所以把高科技当成文明等级的唯一标准实在太局限了。真正的宇宙底层规律是，再厉害的科技也需要具体的物质材料支撑，更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去积累。科技只是工具，真正定义文明等级的是能量掌控的范围与效率。说人话就是，文明的本质是能量控制能力，而非科技水平。就比如1964年卡尔达肖夫提出的文明等级体系，核心的评判标准是能量掌控范围，而不是评判科技水平。1级文明能完全掌控母行星能量，2级文明能完全掌控一颗恒星的能量，摆脱对行星能量的依赖；3级文明能掌控整个星系的能量，整合星系内上千亿颗恒星的能量，实现星系内自由输送与利用。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文明。关键在于，文明等级越高，对材料要求越苛刻。1级文明碳材料尚可勉强支撑，但到了2级、3级文明，需要靠近恒星，承受高温辐射，碳材料根本无法稳定存在。材料支撑科技，科技实现能量控制，能量定义文明等级。而更关键的是，文明等级的极限从来不是科技的极限，而是材料的极限。这就绕不开一个问题，我们依赖的碳材料真的具备长期跨越文明等级的优势吗？它能支撑我们从 0.7 级走到3级文明吗？更需要明确的是，宇宙的主流环境本就是高温高压、充满辐射的极端形态。地球这种低温宜居的温室环境才是宇宙中极其罕见的例外。而我们对文明载体的认知一直都是以自身为标准。地球所有生命都是碳基，碳能形成复杂有机分子，支撑生命代谢与文明发展。于是我们默认，宇宙所有文明都该是碳基的。这个常识的局限是陷入了地球视角闭环，我们只看到碳在地球低温、有水、有氧环境中的优势，却忽略了碳的致命缺陷，也忘了宇宙主流是高温、高压、高辐射的极端环境。碳的核心优势是4价键结构和成键的灵活性，能形成蛋白质、DNA 等复杂有机分子，这是地球生命与文明的基础。但这一优势仅局限于地球环境，在地球0到100摄氏度的水环境中，碳的优势能完美发挥。地球环境与碳元素的高度适配，是我们能诞生并发展文明的关键。但脱离地球这个温室，碳的缺陷就会变得致命。2级、3级文明必须走向恒星与星际空间，而碳材料在这些环境中根本无法稳定存在。3个致命缺陷正是碳基文明难以跨越等级的核心原因。致命缺陷1：热稳定性极差。碳的化学键强度低，温度超过150摄氏度就会分解，遇到恒星附近数千度的高温，更是会瞬间瓦解，根本无法承受极端环境的考验。2级文明需要靠近恒星收集能量，碳材料一靠近便会分解，碳基生命更是无法承受高温，连靠近恒星的资格都没有。致命缺陷2：
化学稳定性差。碳基材料的稳定高度依赖地球环境，进入星际空间后会被宇宙射线摧毁，有机分子会厌氧分解，碳基生命与设备都会快速损坏。3级文明星际穿梭，动辄以光年计算，碳基生命平均80年的寿命根本无法支撑。碳基设备也会在宇宙射线中快速老化分解。致命缺陷3：材料强度不足。2级、3级文明需要建造恒星能量收集设备，跨星系巨型工程，碳材料包括金刚石、碳基复合材料的强度与韧性都不够，无法支撑这样的宇宙级工程。碳基文明不是不够聪明，而是天生脆弱。这种脆弱源于碳材料的固有缺陷，是科技无法突破的枷锁。我们觉得碳优越，只是因为地球适配碳。放到宇宙尺度，碳的缺陷极其致命。碳基文明注定难以跨越到2级、3级。材料的极限就是文明的极限。能弥补碳缺陷、支撑文明跨越等级的，是与碳同种族、同样拥有4价键结构的硅元素。我们脚下石头的核心成分就是硅的化合物。那问题来了，硅的4价键与碳有何不同？硅氧键为何能扛住高温？硅基文明与碳基文明有本质区别吗？我们对硅元素和硅基文明的普遍认知是，硅只是半导体，和生命文明无关。硅基文明就是科幻里的岩浆怪物，硅只能形成无机化合物，无法支撑文明。这个常识的局限是用碳基有机逻辑去衡量硅元素，误解了硅基文明的本质。硅基文明不是岩浆怪物，而是依赖高温环境，以硅为载体的高温稳定结构体系，核心是信息与能量的传递。另外，硅还有3大核心优势，更适配宇宙极端环境。硅的核心优势1：硅氧键稳定性极强。和碳的化学键相比，硅与氧结合形成的化学键要牢固得多，所以硅氧化合物，比如石头的耐热性、稳定性远强于碳基材料。2氧化硅就是石头、玻璃的主要成分。1700摄氏度以下，它能保持稳定的晶体结构；2000摄氏度以上只会融化，而不会破坏化学键。降温后还能重新结晶。这种稳定性让硅基材料能在恒星附近的高温环境中长期存在。高温不仅不破坏硅基材料，反而能增强硅氧键的结合。硅的核心优势2：化学稳定性极强。硅氧化合物不与大多数酸碱反应，能抵御宇宙射线侵蚀，在星际低温、行星内核、高温、高压等极端环境中都能稳定存在。地壳中的花岗岩、石英岩，星际空间的硅氧化合物小行星都能稳定存在数十亿年，扛住地质运动、星际撞击与宇宙射线。硅的核心优势3：能形成复杂的3维网状晶体结构，高效传递信息与能量。石英光纤、碳化硅晶体的应用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所以别把硅基文明想成石头人，硅基文明更像一个巨大的自我优化晶体系统。身体是石头做的设备，生命活动是信息传递与能量利用，和碳基生命完全不同。硅能形成复杂3维晶体结构，完全可以作为文明载体。硅基材料的核心来源是石头，因此硅基文明本质就是石头文明。它们摆脱了碳基文明的脆弱性，具备了跨越文明等级的基础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碳基文明寿命短暂，石头文明载体稳定性极强，两者的时间尺度完全不同。这种差异会如何影响它们的发展模式？文明的寿命本质是载体的稳定周期，碳基文明稳定周期极短，人类平均寿命80年，最长寿的碳基生命也不过数千年。知识靠代际传递，容易损耗，发展还容易中断。碳基材料稳定周期仅数十年到数百年，设备、建筑需要频繁维护更换，能量来源也有限。碳基文明最长稳定周期不过数十万年，很难有足够时间跨越到3级文明。石头文明的稳定周期则能接近宇宙尺度，硅基材料稳定周期可达数百万年、数十亿年，无需频繁维护，能把更多能量用于信息积累与能量利用效率的提升。极长的稳定周期让石头文明形成慢文明模式，
决策周期极其漫长。对我们来说，数百年是几代人，对石头文明可能只是一天，对他们而言，几千年不过是一个瞬间。用碳基时间尺度去衡量石头文明本身就不合理。文明等级看的是能量利用范围与效率，而不是发展速度。所以，文明不一定越快越高级。高级文明的核心是长期稳定的能量掌控能力。石头文明虽然发展慢，但能持续存在数十亿年，稳步积累能量与信息，最终稳稳跨越到3级文明。宇宙尺度下持续稳定的存在，远比短暂爆发更有价值。当我们讨论几千年的文明史时，他们可能只完成了一次思考。石头文明的信息存储在硅基晶体中，稳定无损耗，不会出现知识断层，这是碳基文明无法比拟的优势。总结下来，石头文明漫长、缓慢但极度稳定的时间尺度，让他们拥有了跨越文明等级的真正基础。那么，拥有时间与材料双重优势的石头文明会如何利用恒星能量？它们的能量利用方式又和碳基文明有什么本质区别？我们总以为高级文明会造戴森球包裹恒星榨干能量，恒星是危险的存在，掌控它就是用科技抵御危险，开采能量。这个常识的局限是用碳基文明的开采逻辑去衡量石头文明，忽略了恒星能量的本质与石头文明的天然优势。人类对恒星的恐惧本质就是碳材料太脆弱，而真正的戴森结构并非完整的戴森球，而是戴森环、戴森云等能量收集系统，核心是高效收集转化恒星能量，而不是包裹囚禁恒星。对石头文明来说，戴森结构是掌控恒星能量的核心方式。它们的戴森结构用硅基材料制造，能直接利用恒星的高温环境，这就是和碳基文明能量利用方式的本质区别。它们主要有3种利用方式。方式1，硅基戴森云系统，由大量硅基能量收集卫星组成，能扛住恒星附近1000到2000摄氏度的高温与辐射，无需复杂的冷却防护，能量转化效率远超碳基太阳能板，实现恒星辐射能的长期可持续利用。方式2，恒星大气层核聚变原位转化，石头文明能用高强度硅基材料制造出能深入恒星大气层的设备，直接利用恒星内部的核聚变能量，不消耗恒星本身，实现永久利用。方式3，利用恒星引力场储存与跨星系输送能量，硅基设备能吸收恒星引力场的能量，转化为势能储存，还能构建硅基能量输送网络，实现星系内能量的协同利用。这正是3级文明的核心标志。你看，我们害怕恒星是因为我们是碳基，而对石头文明来说，恒星的高温能提升能量转化效率，辐射能支撑信息传递，引力场可辅助能量储存与输送。恒星环境简直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。文明等级的核心是能量利用能力，石头文明能成为3级文明，靠的是材料与时间的优势，而非玄乎的科技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来了，如果石头文明真的存在，作为能掌控整个星系的3级文明，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它们？我们对费米悖论的普遍理解是，高级文明必然留下明显痕迹，我们看不到，要么是没有高级文明，要么是他们故意隐藏自己。这个常识的局限是用碳基文明的存在逻辑、时间尺度去衡量石头文明的痕迹，它们的痕迹早已超出我们的观测范围与认知，不是不存在，也不是刻意隐藏，而是我们找不到、看不懂。费米悖论的核心是我们的观测能力、认知逻辑与高级文明的存在模式完全错位，用自己的标准去寻找，自然找不到。原因有3个。原因1，文明时间错位。石头文明的时间尺度以数百万年、数千万年为单位，我们以数百年、数千年为单位，两者相差上万倍。我们观测宇宙仅100多年，在石头文明的尺度下只是一瞬间，大概率直接错过它们的痕迹。原因2，观测维度限制。我们靠望远镜观测电磁信号，而石头文明的信息传递依靠硅基晶体的电子跃迁光子传递，信号的频率、
强度都超出我们设备的探测范围。它们的硅基工程反射的电磁波与碳基金属不同，几乎融入宇宙背景，我们无法分辨。我们的观测设备是为捕捉碳基文明痕迹设计的，用它找石头文明就像用望远镜找蚂蚁，维度根本不对。原因3，宇宙孤岛效应。银河系直径10万光年，石头文明可能位于遥远的恒星系统或星系，与地球距离动辄数万、数十万光年，信号传播需要漫长时间，还会被星云、尘埃阻挡。传到地球时已极其微弱，无法识别。所以，时间错位、观测维度限制、宇宙孤岛效应让我们至今无法发现石头文明，但它们很可能就在遥远的恒星系统中安静地收集着恒星的能量。文明的终极宿命从来不是科技有多精密，而是能否适配宇宙的底层物理规律。碳基文明的局限从来不是我们不够努力，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碳材料天生无法适配宇宙主流的极端环境。而石头文明能走向3级，核心只是硅基材料石头，契合了宇宙的本质，能在高温高压中长久稳定，实现能量的持续掌控。碳基文明是地球特殊环境赋予的偶然，短暂如流星，在宇宙尺度上不过是一瞬间的光芒。石头文明则是适配宇宙规律的必然，持久如恒星，在漫长时光中静默存续，积累能量。我们总以自身的尺度丈量宇宙，却忘了宇宙从不需要迎合任何一种文明。能长久存在的从来都是顺势而为、适配规律的存在，而非急于爆发、逆势而行的个体。它们或许更像宇宙本身。也许在宇宙的尺度下，碳基文明只是一次短暂的偶然，而石头才是更接近永恒的形态。最后留给你一个脑洞：地球和太阳本身会不会就是一个文明？欢迎评论区一起聊聊。